它有6个喷气引擎，最大速度超过马赫3。它在高空如同一道流星划过，飞行时表面温度超过300摄氏度。它的机翼会在高速时自动下垂，提升空气压缩效果。它看起来像一颗核弹头装了翅膀，但却从未真正参战。它叫 XB-70女武神，一架生不逢时的超音速怪物。上世纪60年代，在冷战愈演愈烈、核战一触即发的背景下，美国空军启动了一场极限实验，造一架能飞得比导弹还快，在敌人雷达反应之前完成打击的轰炸机。这就是 XB-70，一个注定无法量产的飞行奇迹，也是一场战略空军的终极幻想。但它最终却因为技术太先进、战略环境变化以及一场空中悲剧被活生生终结。大家好，这里是 High Weapon， 我是 Jason。今天我们就带你走进这段冷战时期的音速幻想 XB-70女武神，它为什么而生，又为何而死，又留下了什么技术遗产？冷战初期，美国空军有2个最大的威胁，一个是苏联的战略纵深太广，传统轰炸机飞不到内陆腹地；另一个是苏联的防空导弹技术迅速进步，像 B-52这种大块头变成了空中靶子。那时候的逻辑是，想要突破防空，就得飞得更快、更高、更狠。于是，美军提出一个极具野心的设想，打造一款能在2万公尺高空以马赫3飞行的战略轰炸机，速度快到敌人导弹无法反应。雷达刚一发现，他早就投完弹走人了。这个想法听起来很疯狂，但在当时其实是符合美军核突击战略的大方向的。彼时的 B-52虽然能飞得远、带得多，但飞行速度只比商用客机快一些。一旦敌人防空系统追上进度，就失去了突防优势。于是，美国空军与诺斯美航空公司联合启动了一个项目，代号为 WS-110A， 也就是后来的 XB-70女武神。目标很明确，这架飞机必须比任何苏联防空导弹都快。起飞后，从美国本土飞越北极圈，直冲莫斯科核心地带，投下核弹，然后高速脱离战场，完美收尾。更狠的是 ，XB-70的速度不是马赫2，而是稳定马赫3巡航。这可不是短暂加速，而是整个飞行段都要维持这种高温高压状态。简单来说，它不是冲刺，而是音速远足。这对飞机结构、发动机、气动设计都是地狱级的挑战。但当时的五角大楼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却愿意压上这一局。这架马赫3的轰炸机不仅是技术挑战，更被视为一种战略威慑的象征，告诉苏联，我们能在你雷达反应之前把你夷为平地。而 XB-70的诞生也正是拉开了速度压制战略的序幕。如果说 B-52是堆火力制胜，那 XB-70则是用命搏速度。要让一架轰炸机在马赫3飞行，并且并不是简单加大推力那么粗暴。首先，高速飞行时机体会经历剧烈加热，在马赫3下，飞机表面温度可以达到330摄氏度以上，这意味着传统铝材早就融化了。整个机体必须改用钛合金或不锈钢蜂窝结构，才能扛住热胀冷缩带来的变形与疲劳。XB-70因此采用了一种极为复杂的蜂窝夹层钛合金材料，一层层金属粘合焊接，成本爆炸，工艺超难。很多焊缝后来才发现，根本无法承受马赫3带来的温差压力，经常出现裂纹。换句话说，它飞得越快，就越接近解体。但这还不够。XB-70还创新的采用了可调节机翼翼尖，能在高速时下折，以增加飞行稳定性与升力。这个设计很科幻，机翼的两端在马赫3时会下垂65度，形成类似 V 字形状，通过压缩升力效应把气流反弹回机身底部，提升巡航效率。这种压缩升力效应其实是 XB-70最大的飞行特色。简单来说，它不只是靠翅膀飞，而是利用自己制造的冲击波来飞行。这在当时简直像黑魔法一样新潮。引擎方面 ，XB-70搭载了6台通用电气 YJ93GE3 涡喷发动机，总推力接近20万磅，这让它在高空具备稳定维持马赫3的能力。但同时，它也带来了一种问题：只要一个引擎出问题，整架飞机的气动平衡可能会被打乱，直接翻车。而控制这一切的是1960年代水平的机械控制系统，没有今天这种高度自动化的飞控计算机，一切靠飞行员的人力控制和预设程序来操作。这不仅考验工程师的神经，也考验飞行员的胆量。XB-70不是一架可以量产的飞机，它是一场国家级的技术赌博，以超音速为信仰，以结构极限为代价。
如果说 B2是冷战末期的烧钱幽灵，那 XB70就是冷战早期的钞票坟墓。这架飞机从一开始就不便宜，它不仅是飞得最快的轰炸机之一，也是设计最复杂、维护最昂贵的空中平台之一。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几个细节。首先是发动机 ，XB70配备了6台通用电气 YJ93GE3 涡轮喷气发动机。这些发动机不仅个头大、推力猛，而且需要高温合金、特种燃料、复杂的冷却系统来维持马赫3的飞行状态。单单发动机系统的维护成本就远远超过了常规战机的数倍。其次是结构材料，为了承受高达330摄氏度的外表面温度 ，XB70大量采用不锈钢蜂窝结构和钛合金框架。当时的制造工业几乎跟不上这个节奏，导致整架飞机成本一路飙升。再加上机身尺寸巨大，飞控系统复杂，哪怕只是做一次例行测试，所耗费的人力物力都堪比一场小型演习。根据当时的估算，全套 XB70计划6架生产型加基础维护系统的总预算，相当于整个美国空军年度的战略轰炸预算的30%以上。也就是说，一架女武神就可能拖垮整个空军的其他项目。而更现实的是，空军内部开始出现了项目之争。支持 B52升级的人说，花这么多钱做一架可能根本飞不出去的飞机，不如把老 B52升级，多买点导弹实在。支持新一代 F111可变后掠翼轰炸机的人也说， XB70太贵太挑场景，不如我们搞一架战术灵活点的中距离轰炸机。最终五角大楼面对逐年飙升的预算，只能硬着头皮把 X70的生产计划从12架缩减到3架，最后干脆停止量产，转为原型机测试平台。所以我们可以说， XB70不是败给了苏联，而是败给了美国自己的计算器。1966年6月8日，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一场本该是振奋人心的编队飞行演示，最后变成了一次灾难性的空中悲剧。这架 XB70编号 AV2 是当时状态最接近实战部署的原型机。当天，它执行的任务是作为通用电气公司为新型喷气发动机拍宣传照的主角。同行的还有 F104、F4鬼怪、T38教练机和 B58轰炸机，都是装配了记忆发动机的机型，象征着一个时代的飞行力量。画面确实很震撼，巨大的女武神在中间，身边簇拥着各种飞机，像是航空工业的荣耀巡游。但就是这样一个画面，10分钟后变成了悲剧的纪录片素材。飞行过程中 ，F104的试飞员，世界著名的飞行员乔沃克，在接近 XB70右侧垂直安定面时，被飞机尾部的激烈涡流吸了进去。这股涡流直接导致 F104撞上 XB70的右尾翼，F104瞬间爆炸解体，而 XB70的2个垂直尾翼也随即断裂，飞控系统瞬间失控。在接下来的30秒内， XB70进入失控状态，机体剧烈翻滚，整个机身开始空中解体。最终，这架象征着空中速度极限的巨型轰炸机，在一阵扭曲的白烟中坠落于沙漠中。机上2位飞行员中，一个丧生，一个重伤。而这个事故也成为 XB70计划的转折点。有人认为，这次撞击事故只是一场宣传事故，和女武神本身的战术价值无关。但更多人质疑，这样一架复杂到极致的飞机，是否真的适合在战场环境中执行任务？事故后，原本仅剩的2架原型机就此被封存，其中1架送往国家航空博物馆，再未升空。从那一刻起， XB70正式推出了战略轰炸机候选人的舞台。女武神虽然从未进入实战部署，但她并没有白飞。事实上，正是 XB70的失败，意外地成就了后续几十年美军在高空高速飞行领域的研究路线。在项目终止后，剩下那架 AV1原型机并没有被废弃，而是被纳入 NASA 与空军联合的飞行研究项目中，成为高空飞行、空气动力学与热效应实验平台。你可以把它当成移动的风洞，时速超过马赫3，在边界层、震波、热膨胀、结构扭曲等多个课题上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数据。尤其是在结构热膨胀方面， XB70提供的实测数据让后来设计 SR71、B1 甚至是 NASA 的 X43、X15高超音速实验项目都受益匪浅。更重要的是，它首次验证了复合气动结构和大气层高速飞行稳定性，这2个过去只存在于理论模型中的概念。也因此，在美军内部， XB70被一些工程师称为空天飞行器的祖师爷。尽管它没有上过战场，却奠定了后续数十年战略与研究项目的基准线。
甚至连隐身设计上的一些尝试，也能在 XB70的进气道与机体拼接处理方式上找到原始版本。它失败的壮烈，也失败的有价值。尽管 XB70项目最终被打上失败的标签，但它留下的并不仅仅是教训，还有火种。在冷战后期，美军重新审视战略轰炸力量的生存能力，放弃追求极限速度，转向隐形路线，但那份对战略打击能力的极致追求从未改变。B1借鉴了 XB70的部分结构布局，尤其是在可变后掠翼的气动平衡上，有不少 XB70试验数据的影子。而 B2虽然是完全不同的飞翼隐身设计，但在飞控系统、热管理以及起落架收纳结构等细节上，同样站在了 XB70曾经失败过的地方重新出发。而今天的 B21突袭者则被视为这一系列战略轰炸机中最均衡的继承者。它的设计理念既回归冷战初期深入敌后、精准投送的初衷，也吸收了几十年在隐形、热控、任务灵活性上的经验。甚至有人说，如果女武神当年不是生不逢时，那它可能早就是 B21的祖父级雏形。从马赫3到隐形突袭，线路变了，但目标没有变。美军的空中核打击力量一直都在寻找那个最优解，而 SB70是他们当年最疯狂、最勇敢也最美的尝试。梦想从未抵达战场，却从未熄灭。从 XB70到 B21，技术路径改变了，但美军对极限轰炸机的追求从未停止。你怎么看？你认为当年的女武神真的只是个错误吗？还是它本来就不属于那个时代？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想法。XB70该被忘记，还是该被致敬？好了，这里是 High Weapon，我是 Jason，我们下期见。